喜上一期 Momoko 你所率领的队伍获得金曲，本期你将拥有多选一组的权利，就是无论如何我都可以靠人数取胜。对，我先选阿令姐姐吧。阿令，哎呦，阿令我也想选。有一种悲伤。阿令本身的声音非常的有张力，他是那种大号型那种巨肺的歌手，当下最厉害的华语歌手之一。这种顶级的女 vocal 来到我们天赐舞，我是自己个人非常期待，应该会给我们要炸场吧。我先选一个熟悉的吧。好，贺野。对，楚生哥，陈楚生。我觉得他跟小唐在一起会很有舞台的般配感。于文文的音色也很好听，跟他搭的，我觉得梁咏琪酷不酷？啊？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你地上透我的尴尬。梁咏琪，她的歌学生时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喜欢看你紧紧也可以说是横跨了70、80、90，心目当中绝对的玉女偶像。每一帧的 MV 我们都会定格观看。刚出道的时候，18项武艺全能，很期待他这次天赐舞台能够有更多的音乐带给我们。那我选赵磊，赵磊是我上一期的时候我们俩合作过《梦中人》。赵磊他非常的稳，演唱也非常的扎实，声音非常的透亮，在偶像的外表下面会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很好的歌手。他跟陈斌在一起，挺有意思。陈斌他的三生三性是非常爆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非常期待，就是两个顶尖高手的这样的一个切磋。张碧晨，拆散我们姐妹俩。我再选个武艺吧。武艺是通过2010年的选秀而被大家熟知的。武艺其实是一个音色很干净，在唱歌方面很有潜力的歌手。他开了一个直播间，在里面唱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然后他对音乐有他自己的追求。所以这一次很期待他会不会带来惊喜的表现。我们四川的妹子张含韵跟米卡，张含韵代表所谓的选秀1.0时代，本土的接地气的一个偶像。米卡他和周深合作的一个作品叫《City of the Star》。两个人在舞台上的那种画面感啊、编排呀，然后包括 CP 感，哥哥和弟弟的那个状态，在台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米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造之才。米卡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对她的声音给过极高的评价。牛就牛在我们华语界里面，居然是让我能听到那种自带压缩的声音，对气息的要求非常的高。我也看看2年之后，她再回到这个舞台上有没有给我一个新的感受。这次我们战队，强强联合，杨坤老师。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面前的2个东阳光鲜虫草礼盒，抽到1就可以率先开启我们的音乐舞台。哇哦！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5季，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焕，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此刻，让我们以最真挚的掌声欢迎张碧晨、王鹤野、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天赐的声音》第5季主题曲《离太阳最近的光》。像写封信给孤独的夜，越孤独的美，越刺眼的黑。谁在我的世界交换眼泪？乌鸦玫瑰我都奉陪。没什么绝对，我不后退。天不为谁亮，夜不为谁灰。没人左右我绽放或枯萎，在路消失之前。有1万束光，你给的光，那是黑夜遇见的太阳。准备好吗？一往无返，搭上开往旷野的列车。那暗夜里的星光多么亮，不管夜多黑，总有人愿意用眼泪交换玫瑰。有些梦，别怕轮回。想追就别退。谁都要一段路，要自己面对。越漆黑的梦，越孤独的追。宽慰的话给野草或蔷薇，向前或退，不想后悔。没什么所谓，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夜不为谁黑。没人值得你让期待落灰，在路消失之前，有1万束光，你给的光，那是黑夜遇见的太阳。准备好吗？一往无返，搭上开往旷野的列车。那暗夜里的星光多么亮，不管夜多黑，总有人愿意用眼泪交换玫瑰。有些梦，别怕轮回，想追就别退。就算没有光，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终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美，你的眼泪会开出唯一玫瑰。有些梦，别怕轮回，想追就别退。用音乐的光芒照亮梦想之路，为正在奋战高考的莘莘学子加油鼓劲儿！愿你们的努力在阳光下更加的耀眼，成就万丈光芒的未来。根据我们的规则，首先有请队长吉克隽逸给我们来公布你们第1组出战的音乐合伙人是。我们第1组出战的音乐合伙人是我和阿令姐姐。让我们掌声有请吉克隽逸、阿令。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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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奇志鲜活奶粉天赐鲜活时刻，让我们欢迎阿令。欢迎欢迎，贝贝你好。阿令是第1次来天赐的舞台吗？第1次。这次来感受怎么样？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跟很多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这次你应该是跟吉克对吧？
这次跟姐姐一块选了《天后》这首歌，我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必须是你站这儿唱的一首歌。对这首歌的理解就是觉得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每个人都在为情所困对。事业上很好的女生遇到爱了过后，就会妥协很多，放下很多。这个歌它一定不是一个轻松的歌，其实它反而可能比我们唱的不变的伤情歌还要更沉重一点。但是这个姿态我要是骄傲的。阿令本身的声音非常的有张力，在诠释情歌的时候呢，也充满了爆发力。和极客的搭档合作，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水火不容、强强联合的感觉，有一种互相飙唱的感觉，真的是气势如虹。所以我蛮期待，就是大家听到我们两个人的现场版本。终于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知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欣然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空。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张望。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空。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空。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如果有一天爱不再迷惑，足够去看清所有是非对错，直到那个时候，你在
在这里要欢迎一下阿令，因为阿令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欢迎阿令。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阿令。其实也蛮紧张的，因为呢，我是很享受音乐的人，但是呢，害怕唱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哦，你说那边是吧？对对对对对。好。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听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这样子会让自己更强大。我觉得2个霸道的人在一起唱歌更霸道了。Momoko 自己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强大的啊，但是阿令出来了以后，Momoko 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阿令的声音保护着 Momoko， 他们2个人在一起交织，我觉得这种组合唱一首这样歌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很好。对，谢谢杨飞老师。不，哎，你极客你是换唱法了吗？对，我觉得极客以前是胸声比较多，今天是头声跟鼻声巨多，特别新鲜。我今天听着，因为我也厌倦我自己了，巨好听。因为我感觉我跟姐姐我们2个的嗓子其实有点相似的，那我想着我们2个要不要在这里面又要像一个人，又感觉是和谐的，但是呢又有点小变化，所以我就有一点点的调整，因为阿令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有一些歌不知道阿令能不能在现场清唱呢？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给我一个理由。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谢谢。今天整个听下来呢，我感觉就是4个字吧，意犹未尽。这个版本没有像我想象当中用非常强烈的能量来进行演绎，反而是设计的很有层次感，把这首歌曲里面要呈现出来的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讲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动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惊喜的。阿令尾音的处理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动人，让我在听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先要暂时恭喜2位，目前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待定金曲，有请2位入席。谢谢，谢谢大家。那想问一下队长坤哥，该如何应对？我们这队首先要出场的，也是我们的杀手锏，是我们的张碧晨午夜。好，好，好，这样才好看，强强对决。武艺，因为我们认识时间不长，其实，对，但是，虽然认识不长，但是就是感情迅速加温，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满满情绪价值的人，然后又唱的也很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唱的是比较小甜歌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一次就想说唱一首比较抒情的。对，就换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的歌。对，我们这次选的是《眼泪成诗》。受伤了谁？谁把它变美？眼泪成诗，歌是好听的，碧晨应该是拿捏应该没有问题。武艺会怎么演绎？我还有点想象不到。我嗓子好哑呀，但还挺好听的。因为这次正好遇到嗓子就是正好有问题哑了，所以就会很紧张，而且其实更多的是遗憾吧，因为好像我记忆中比赛之后就没有再录过这种就是这么大的舞台的这种音乐类节目，特别是让人感觉到很专业的一个舞台。是不是试图用力？对。然后又用不上力。对。那你就不要用力。哦。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声带完全不闭合的状态，所以你越用力它就会止住。对，你就别使劲儿，别使劲儿，轻轻的碰它。你可以稍微往鼻腔挂一点点。哦。好。你不要就是，因为他生病嘛，他生病，所以他就是很紧张。今天
上台前还打了封闭啊，但是其实有一点哑哑的，是他原本声音里面没有的那种特质。哎，一个限量版跟这首歌搭在一起，还莫名的就很贴合。没事，我给你想一个厉害的走位。这个地方我先往前走，我不是擦肩，你听着啊，擦肩我往前走，你往后走，对不对？然后我在前面把这句唱完，你唱这句的时候你就往前走，你往前走，也就是说他只有到这儿，就这几句，就一定要升平了，到这儿。然后你的品味你就站这不动，我唱你的品味，对吧？然后你调整一下，你可以开始了，然后我一扭头，我们一起总是美。哦 ，OK， 可以吗？行，没问题。可以来吧，试试。好，我们先这样先试一下，我也还没太完全搞懂。走着来，走着来，走着来，走一下。张碧晨是习惯于走位，啊，可以。小手一拉一错哈。就是退完了之后，我们不是放开手了吗？然后最后这间奏不是很长吗？我们就忧伤的看着对方。好，行不行？行。老师们，我们刚才在下面还讨论，我说你们设计那个动作特别好，一定要把那个戏做足喽。哦，那是重点。那个最后抓。对，想抓抓不着，没抓又抓着了，反正真的挺好。对。我觉得武艺真的唱得很好，然后他也很爱音乐。我觉得他其实需要更多的像天赐这样的真正的音乐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能力。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的态度先生是。自不醉人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颜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已无所谓。让你再回味，自不醉人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
你的品味，你的品味总是美。好听哎，武艺的嗓子原来这么沙哑吗？把掌声送给碧晨，送给武艺。哎，武艺，第一次来天赐的声音哈，那这个心情如何呢？我真的好紧张，我都吃药了。他好可爱啊！来之前正好生病了，然后呢，听说要来的时候，其实自己特别纠结，因为虽然我是比赛出道，但是其实唱歌机会一直不是那么多，所以慢慢变得就是唱歌的时候没那么自信。天赐这一次能够敢邀请我来，我真的也很感谢。我觉得留下一个好的作品就好。对，哎，我突然想起来，上次咱俩唱时你也发烧。哦，对，我每次见你都发烧。你这么孱弱。我觉得刚刚的舞台就是好有故事感，就是最后的那个手的那个，你们终于就是最后离开了，觉得很感动，然后觉得也可以学习，因为我们俩的舞台也是差不多。别说出来，啊，对不起，咱就那点压箱底的东西全让你抖露出来了。对不起，抱歉。天赐应该是一个可以允许锐评的舞台。其实这首歌我没听明白，因为这首歌原版它有一个很标志性的音色二胡，这个二胡代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的关于悲伤的表达。今天听两位老师这个版本，到了第二段主歌的时候，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 double bass， 一个爵士乐的编排出来了。我已经把绝情变成了恭维。我就开始迷糊了，这怎么回事呢？像碧晨最后一句“你的品味总是美”，这一句碧晨其实用了一个非常爵士音阶、很自由的方式去唱，那我也更迷惑了，就是这个品味总是美，是因为碧晨觉得这首歌你变成这样子，品味会美吗？别怕，要求好高。但更迷惑是，最后面又来一段二胡，到底这个歌是中西合璧还是在哪个审美？我没有听懂这首歌曲。这么直接。一开始是想把二胡拿掉的，然后因为觉得太惨了，但后来觉得二胡是这首歌的一个标志的乐器，所以又重新把它加回去。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感受不同，因为我没觉得这首歌里用到跟爵士相关的东西，它只是用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去重新演绎它，用了新的弦乐、新的和声走向，就每个人会在同一首音乐里面听出不一样的感觉。但老师我觉得他有自己的感受，因为听歌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对，我觉得武艺可能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紧张，我觉得他其实平常唱的要比今天肯定要好很多很多啊。完了以后，你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今天是有点少。对，其实我来之前想了很久，要不就不要来，来的话肯定是希望自己能表现好，但是确实是因为可能当然我不喜欢说借口，可能就确实是因为今天有点紧张。我在音乐当中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然后也谢谢老师宝贵的意见。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把自己的状态提升，对，然后让更多人肯定我。今天确实状态不是特别好哈。如果武艺接下来要回应的话，请留在下一个舞台和下一个音乐作品。好，谢谢老师。但我们希望武艺作为一个优秀的艺人、音乐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类型的舞台上，都能够游刃有余。但最重要的基石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吧？好的。平时一定要多吃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好，是。其实刚才那首歌挺痛的，
但是如果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一些这样的类型的情歌的话，可能就会让你心灵治愈。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健身的方式挥汗如雨，也可以让你心情舒畅。在我们现场呢，有一位健身达人，就是我们的吉克隽逸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健身秘籍和心得，好不好？我平时会做一些心肺训练啊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泡一些东阳光冻干鲜虫草，又补水，然后又滋养。工作很重要，但健康同样重要。东阳光冻干鲜虫草呢，其实在采摘以后12个小时内啊，急速锁鲜，保留了更多的活性成分。泡一杯我们的虫草水呢，可以滋养身心，让你活力充沛。我们把掌声也送给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谢谢你守护我们的健康。在这里也要邀请吉克、阿令来到舞台。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健音团的5位老师进行现场合议，评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让我们一起加油吧！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阿令、吉克、天后。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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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坤哥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是，下一组是文文和琪琪，让我们掌声有请梁咏琪、于文文。因为我真的几乎没有怎么参加综艺节目，音乐的综艺节目也真的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而且是这一种有一点点竞赛性的，会有乐评老师在你表演完，然后马上给你一些看法什么，真的没有做过，第一次做，所以当然会有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像我自己刚刚办完大型的巡回演唱会，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很了不起，哇很厉害，你可以这样子一直唱3个小时。但对我来说，其实我都在唱自己的歌，然后那些歌都是很适合我。但是唱别人的歌，我才几天前才去学，然后要记住歌词，要去理解。然后编曲上又并不是我可能很熟悉的那种风格，那就难度就大了。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试试看。行走的鱼这首歌其实是我选的。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点真的被戳到，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凡人。重要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凡人，然后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就像歌曲里面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可以爱你，就是不完美的心，就平常心，去诚实跟自己对话。梁咏琪唱歌挺好听的哈，真好听。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他的唱功也很扎实，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嗓音辨识度。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歌手，歌词本上写画画，满满的都是他的笔记。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所以我才说我们2个很像，我能感受到。特别好听，你们2个真是就是2个成熟的女性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促膝交谈，真有这种感觉是吧？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首歌，然后被感动到。写一首歌给你听，来
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颂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的暴力。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栖，燃着痛往前行。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就这么约定，就这么约定，管世界证据哪去，要一起演得尽兴，想写给你听，写我们心照不宣的怪癖，只想在这不完的世纪，为你保留哭的权利。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栖，很用力的前行。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受伤的表情，请和我约定，请和我约定，管世界证据闹剧，证据闹剧，发誓要演得尽兴，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颂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梁咏琪是第一次来我们天赐的声音哈。对，第一次，所以非常的紧张，真的，但是我觉得刚刚就是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人生很紧张的一件事情，做完了，行走的鱼就好像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其实就像我今天站在这边也是脱离我的 comfort zone。真的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的综艺节目，会遇到更强的对手，我们肯定会逼自己进步。所以今天不管我自己表现得怎么样，我都觉得比以前的自己进步了很多。这个已经是无憾了，对。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几句特别喜欢的，比如说人们看到的都是你的光，但是我偏爱的是你的黑，就是很像在讲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每天站在聚光灯下，大部分观众看到的都是我们身上的那个光环，但其实褪去了外壳，然后回到家里面，最想得到的是一个知道我们不完美，也会依然接纳我们的，给我们一个拥抱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我觉得他们很大胆哎，
就是他们的歌很难，因为一直在真假声的转换，而且一直一口气唱那么长。这首歌唱现场，又是在这个节目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尝试。七七姐，我好喜欢你的短发，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所有的女老师们都是长发。对，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季结束之后会不会。吉吉是这样的，因为小唐呢，在我们这一季一开始就立了一个短发 flag， 对，他要至少拿到1次的金曲，如果拿不到的话，他就要剪很短的短发。真的，哇，你也非常有勇气。但是吉姐是我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我喜欢她的唱歌，还有喜欢她的短发，我一定要努力拿金曲了。你可以的，我说可以剪短发。也可以赢一个奖，对，2样都做。好，加油，谢谢。短发是去 KTV 必唱的歌。吉吉给我们感受一下短发好不好？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这首《行走的鱼》，我是这首歌的企划，所以一定会用最挑剔眼光来评价这个舞台。但是我觉得今天2位老师的演唱真的很厉害。他这首歌的整个和声会让你觉得你会很压抑，但压抑当中是要看到希望的时候，就是要把压抑跟光明那一块去做到。吉吉在唱的时候，前面那一段是很温柔的状态，声音非常的细腻，然后到了文文演唱的时候，整个的 punch 非常强，前面关于压抑的东西到后面全部释放开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巧妙。谢谢。这个歌大家可能会淹没在整个这个编曲里，其实这个里面的唱是非常多细节的，文文的那种爆发力，吉吉的真假声的这种结合的准确度，而且2个人的律动丝毫不差，非常完美。今天在第2遍副歌的时候，文文那种情感的澎湃都有一点点接近失控了，但是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把自己的情绪在演唱当中表现出来的于文文，我觉得非常的棒。文文和吉吉就是把这首歌唱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女性之间有所呼应的版本，是让我觉得非常欣赏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邀请吉克和阿令回到舞台，评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剑鹰团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吉吉梁咏琪、于文文行走的鱼。恭喜吉吉，恭喜于文文，要把掌声送给吉克，送给阿令。现在就要把难题交给我们的队长吉克隽逸了。吓人喽！我们接下来的这一组不得了，就是会让你心慌慌的陈楚生姚小棠。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楚生、姚小棠。小棠，你听到《小德》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对，我特别喜欢副歌有2句是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然后说你要好好的。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这首歌就是又有一种卑微，但是又要祝福对方的感觉。我觉得只要把这种情绪唱出来就已经够了。
其实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人在情感上的以较自我的一种表达，没有期望有回应的。但是小唐的声音进来以后，它就像一个对话。我好像是第一次在台上唱这一类的歌曲，然后真正的去看对方，他的眼睛真的很有故事。这里你觉得会接得紧吗？我知道原版那个是空的，你觉得是这样子会紧吗？还是说还好？我自己适应就行，我觉得 OK， 对 ，OK 的啊，对对对，那行。就连你的过去，我都觉得和我有关系。因为彩排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想怎么处理，可以感觉到就是他很珍惜每一个舞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表演，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是信任。那我想更多的是让他知道我是信任他的，只有这样子他才会完全放松，以一个自己最舒适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品质好歌，一起见证。晓得面对面的距离，晓得见你要小心。你说爱不需要观众，还要有始有终。我等你散场的决定，只不过见不得你沉默不语，暂时装好心。就连你的过去我都觉得和我有关系，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好好的。保留你走了的痕迹，保留伤心的权利。你说爱不需要智力，别老守着难题。我劝你大步往明天去，只不过见不得你沉默不语，暂时装好心。就连你的过去我都觉得和我有关系，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好好的，只不过见不得你沉默不语，暂时装好心。就连你的过去我
感动的眼泪。小唐怎么了？就是第一次生哥给我发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我就听哭了，我就觉得很打动人。然后生哥唱的那个版本，他的声音就是总会给人一种很心安的感觉。就我在唱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我其实有在躲闪，因为我一看到他的眼睛，我就想哭。对，就很想哭，就是因为他真的很让人安心，从内心深处散发的那种力量传达到你身上。我觉得可以跟生哥合作是我的幸运。谢谢，和你合作也是我的幸运，谢谢。小唐，我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感触，因为可能现在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里面可能比较难走的一个阶段。我们年轻的时候又总是希望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可是就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只要走过去就好了。你长得这么漂亮，唱得这么好，能够站在天赐的舞台上，就是一种肯定。坚定不移的稳稳的走下去，一定会拥有属于你的一片天地的。谢谢碧晨姐。谢谢。就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也是从新人到有更多的舞台经验。有时候一个新人就是你要被别人有更多的人认可你的时候，确实要经历很多的评论。作为一个前辈吧，也有义务有责任，就给新人鼓励，对，让他们更有自信，对。小唐，也许在舞台的现场上唱到流泪，是一个有点失控的行为，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眼泪非常的珍贵，而且是你的眼泪，让这首歌的意境变得更加的丰富有层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加分的事情。谢谢。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好听的一首歌。不但是歌词和情绪都层层递进，非常清晰，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体会到他在唱什么。姚小棠来的时候唱得非常的深邃幽静，像一潭湖水一般。楚生进来的时候就像风吹麦浪一样，风过来把湖水吹皱，又吹散了很多的心绪吧。后面抬高的过程中，就感觉好像跟自己开始和解、豁然开朗、此心坦荡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掌声邀请梁咏琪、于文文来到舞台。有请剑鹰团现场合一，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由梁咏琪和于文文带来的《行走的鱼》。让我们继续恭喜 Gigi， 恭喜文文，也要谢谢小唐，谢谢楚生。接下来难题交给极客队长，下一组你们要派出的音乐合伙人是？我们下一组派出我们队的韩韵和米卡。掌声有请张含韵、米卡。加油！欢迎来到老板 Rocky 数字厨点空间，我们的专属 AI 烹饪助理呢，为大家量身定制了美味佳肴，让我们一起来边吃边聊。这次选的这首歌是瘦子，瘦子，对。像是我在心机，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瘦子这首歌曲是一首典型的标准的 R&B 风格的作品，其实对于歌手的演唱难度还有驾驭能力，包括大量的转音的处理，都提出了是很高的要求。因为我是本身喜欢这首歌，但我没有尝试过，所以我想试试。但其实我觉得情歌和 R&B 是很像的，是，而且你平常唱就是情歌，对吧？就是你听到它的感觉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在天空，对，很浪漫，对，也很放松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女生男生一起唱也很不一样，跟原本。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位的表现，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这首歌很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唱 R&B 都是感觉，我觉得完全可以的。还没太适应。像是我的心悸，我总觉得我进的时候那个音不准呢。我刚刚唱那2遍都非常的不舒服，就感觉都听不见自己的声儿。R&B 就一直转，它那个发音的位置，人又要放松，我就不知道我转出来是啥样，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张含韵这个选择很大胆，《瘦子》这首歌它一定不是张含韵的舒适区，它里面有很多关于节奏律动的一些的技巧处理方式，跟张含韵擅长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其实还蛮担心张含韵会不会搞砸了。还有时间可以再来一次吗？以为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请工作人员待会儿把它录下来，我们回去就赶紧听一下。好，再来一次吧。就之前我对自己的认知，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唱将型，但慢慢的就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觉得我再不去唱就没机会了。R&B 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风格。既然有了这个机会，那我希望有一个有意义的舞台。嗨，菲菲，你来的正好，看看我在做什么。西兰花蒸虾看起来健康又美味。哎，我有大厨炫彩屏蒸烤微一体机，用它蒸蔬菜海鲜，不仅可以保持鲜亮的颜色和口感，还能很好的保留营养。彩屏操控也非常的简单。这个我知道，大厨炫彩屏蒸烤微一体机，它的 Vitalog 营养锁技术呢，就像是把食物放在真空舱内加热，不仅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还可以脱脂减盐。对于崇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做好了，哇，看起来好香。因为呢，我们锁住了这个食材的原鲜，所以只需要简单的调味就可以色香味俱全。也许不吃，也许不想吃，其中的袖子我不认识，就拼了成了装饰，翱翔，准备倒数世界末日。话不想说，事也懒得做，不经意要这样思索，等着光管走火入魔，想破头就又睡了。我像是我太心急，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过得去。我爱你3个字荒掉，却要一辈子，而我只能这样旁观你的消失。我像是我太心急，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想说爱你，最后还是没言语，而话不想说，事也懒得做，不经意要这样思索，当着光管走火入魔，想不透，
就要睡了。我享受我的心情，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过得去。我爱你3个字，忘掉只有你彼此，而我只能继续，怎么也想明白。我享受我的心情，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想说爱你，忘掉只有你彼此，而我。他那个转身超生气的，为什么？走老快。我是第一次唱 R&B， 唱 R&B， 确实今天是他第一次唱 R&B， 所以他一直说他很紧张。我一直比较担心，然后跟 Mika 商量，他其实在编曲和这个风格当中帮我做了很多的创意。我觉得我好像感觉自己终于洋气了一回。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分配都很好，而且我第一次听到韩韵的现场，很好听。我觉得之后也可以尝试唱 R&B 的歌曲。谢谢阿丽。加上 Mika 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巧思，不管是和声啊，还有后面背景的那一些和音的部分，我都觉得很 match。谢谢谢谢。从昨天我见到韩韵，韩韵就在那说：“啊，我紧张，这个歌选的不是我擅长的，怎么样？”你知道吗，韩韵？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自己禁锢自己？对吧？你今天唱了，大家都觉得很好听，因为你就是音色很好听的呀。像 Mika 整个的范儿和那些味儿，我觉得都很足。然后就是刚才你俩这个转身是什么意思？看了这么多舞台，还没有一个组合在舞台上分手的那么决绝。分手的那么决绝。因为我觉得歌词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已经不会回头了。对，然后女生已经不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需要这样结束。然后唱歌的时候不能就是看他，他不能看我。我觉得是这样。对，他只跟我说我们要不要看，那就对了，你们俩才是那个当事人。如果你们俩说这个是你们2个当时就是想这么表达，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走位，好，完美。队长果然总结得好啊。这首歌它虽然听起来不难，但是它在 melody 的段落，它是一个比较卑微、很 chill 在跟你讲一件事情。韩韵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有待加强的。谢谢老师。我想对韩韵说，其实你今天做得很好啊，真的吗？我觉得你今天的声音，你的所有前面的地方唱的其实都蛮好的，你唱的其实就是实诚了一点。你可以去选择用一些假声，或者做一点比较灵动一点的，对，就更 R&B 一点。你只要再把这些小细节再磨一磨，我觉得会更好。谢谢您的鼓励。其实因为我出道太早了，好像在各自的回忆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些就是有交际的时空。我还是希望我可以不断的有一些真正的想要去唱的歌，然后先坚持把它做好。没关系，人生不一定唱歌就一定要红，然后也不一定比赛就要第一，其实第2、第3或者第几都没关系。最关键是我很感谢一路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朋友，让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谢谢。讲得好。好，我们把掌声送给米卡，也要送给韩韵。谢谢。当然，在此刻我们要邀请 Gigi 和文文来到舞台。好，此刻邀请我们的建音团现场合一，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
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欢迎来到我们红星美凯龙美好心愿收集站。那我们一直以来呢，节目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来信和祝福。那我们先来读一封粉丝写给碧晨的祝福。你的歌声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欢乐时光，你的音乐成为我们追求美好的动力。张碧晨，你是我们永远的骄傲。感谢大家，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吧。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梁咏琪、宇文带来的《行走的鱼》。让我们继续恭喜梁咏琪，恭喜于文蔚，也要谢谢韩韵，谢谢米卡。哇哦，我们的梁咏琪和文文顶住了多轮的压力哈。接下来，问一下极客队长，下一组。我们下一组派出的是我们队的最后一组了。陈斌和赵雷，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斌、赵雷。去年见过，但是没有合作过。对，这次是第一次合作。我知道你是个大嗓儿，就是那种可以从的那种。行，我不让你失望，我努力。不，今天这个歌不是大嗓儿。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峰。何洁的原版在这首歌曲的诠释当中呢，其实是用了一种相对克制、清淡的演绎方式，而赵雷、陈斌呢，则是充满了爆发力。他们在于歌曲的演绎上，一定会释放出非常强烈的能量和力量，是否会跟独唱的原版大相径庭？我试了这首歌，如果你用那种比较豪迈的方式去唱的话，会跟它整个旋律和词儿特别不搭。就不是你是我的风景了，对，是你是我的大江大河，你是我的景点，你是我的草原，人山人海。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歌就是把那个和声给它搭好，就会很好听。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是这个感觉吗？你的声音好甜啊，你适合这歌，你好好唱，我帮你打配合。好。这首歌的 key 其实对于男生跟女生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挑战吧。你尖吗？我嗓子声，我自己听着怎么这么尖？我觉得到副歌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非常的尖，不好吧？不好听吧？我觉得可以稍微有一点语气。好，这首歌对我来说练习上面难度还挺大的，有一点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的那个位置。这个歌对我来说就得夹，我就要尽力的去寻找，可能我要把所有的气沉下去。彩排之后才发现，我们选的这首歌想要唱好真的不容易。是的，好的作品呢，就是贵在细节和坚持。就像这一瓶水中贵族百岁山，贵在对水源和品质的追求。所以期待我们在天赐的舞台也能出更多品质好的作品。干杯！干杯！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星辰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吸引我放下行李，让心自然的休息。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
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生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行李，让心休息。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都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生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都是你微笑的表情。好，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赵磊，送给陈斌，谢谢谢谢。毫无 CP 感，你俩这么甜都没 CP 感吗？没有，真心的没有。不影响这歌好听啊，你俩唱的好听，但是你也不能让我硬说你俩，哎呀，好般配啊，不般配。了解了，我往这边来点。赵雷，我们俩去年合作那个《梦中人》的时候，一般的男歌手我觉得不太好拿捏得住那个点，你很神奇的抓住了。然后在今年啊，又看到你唱这样一首歌，你那个嗓子在这个歌里就很合适。就我觉得你们两个各自都在自己的音域里把这首歌演绎得很漂亮，但是就是没有 CP 感。没有，真的没有。好的，没事儿，没事儿了，没事儿了，不用硬有。我觉得是配合整首歌的编曲，还有他们的诠释，然后他们的服装设计，一直看着这画面，我嘴角都不自觉的在微笑了，有 CP 感了。好，你说有就有，有了。我觉得很好，因为陈斌我比较了解，陈斌是能唱巨大巨高，你看他那个小身体里面，他有很大的能量，但是他今天选择了这种小味道的东西，他也拿捏得很好，这我比较惊讶的。谢谢老师，还行啊，老师。非常好。因为彩排的时候，阿玲姐就问我说：“哎，你换唱法了吗？你现在的发声共鸣体换了。”我说：“是因为这个歌它不能那么硬，然后就因为它的调一直是在上头飘着，我就得夹着唱，就是夹着嗓子唱。
才能给它提溜上去。但是我觉得我还行，完成的还行吧。谢谢老师。其实看了天赐的声音才知道，声音搭配有很多种。是的，赵磊和陈冰的声音能搭，也是我没太想到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啊，我用一种物品去形容它，就是香水。陈冰的嗓音，其实我对他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他是这个香水的这个前调。然后其实这首歌对于磊来说是一首极其在舒适区的一个作品。他这个高音在香水里是有一个后调，整首作品听下来是非常舒服的。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馨。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非常专业。谢谢贺野老师，谢谢老师。就是一个比较四平八稳这样的一个作品啊，也没有说特别的惊喜，因为对于2位歌手来讲，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并不难，可能会从电视的这种听感上来讲的话，这个作品会非常好。但今天从现场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你没有多大的突破，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谢谢老师。在这里，我们要继续邀请 Gigi 和于文文来到舞台。赵磊和陈冰是极客队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一轮的结果。有请剑音团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知音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梁咏琪、于文文带来的《行走的鱼》。让我们继续恭喜梁咏琪，恭喜于文文，也要谢谢陈冰和赵磊。在这里也要提前恭喜杨坤队，提前锁定了本期的推荐金曲。不能接受！接下来，坤哥，接下来由我和王鹤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结束今天晚上的演出。让我们掌声有请杨坤、王鹤野。坤哥，你前段时间发布了一首歌，我非常的关注，叫《异客》。那个前段时间，有个小孩儿把我这首歌重新改编了一下，唱出了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对。这小女孩唱得非常好，音色非常好听，听她这版的人就特别多。于是我就想认识她，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邀请她一块儿来这个天赐的舞台，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首歌。Hello， 瑞卓，哇，你现实好瘦啊！真的坐中间？天哪，当然要坐中间了。上一次看到这些摄像机是什么时候？9年前吧。9年以前，某一档青少儿节目里面去唱歌唱比赛，我当时对你特别有印象。突然，大家都觉得，王瑞卓唱了你这首《异客》。我去听了以后，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好，但是我没想到那个是曾经的你。那你这次我就跟我们在一起上台，唱一首我们的大家都知道的歌，你紧张吗？特别紧张，就是感觉身体里面气都在乱走。明白。我当年上台唱歌，我跟阿杜拿的是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我已经32岁了，老人拿新人奖，完了以后唱歌。我可能唱无所谓唱了1万多遍了，上台 A 段歌词全忘，哎呦，就一直无所谓就无所谓了，整个好几个小节都是懵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不要紧张，对，享受这个舞台，把你自己很擅长的那一部分展现给大家。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你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让别人知道你是谁，让别人关注你，不能让这么好的声音埋没。对。这首歌感觉它的意象特
特别符合我对我家的意象，因为我的家就是一个山包围的小县城。大概到12、13岁吧，然后去辽宁上初中，环境一换了之后，很多陌生的人，还挺孤独的，经常想家什么的，就希望很多在外面学习啊、打工的游子，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之后，有一些慰藉。怎么样？你这哪块还需要更好？你那个在马头琴之前就开始往出走就行。我用我的感情来唱我自己的经历，贺野用他自己的感情唱他自己的经历，王瑞卓用他的感情唱他自己的经历，3种不同的感觉，同时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表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那远山呼唤我，曾千百次路过，半山腰摘几朵，便飘香歌颂着。那份简单离开后，就再也没见过。单程飘的火车，一路上唱着。他们说，月亮就是背包上的归途，照亮回家的路。你想要的从来不是漂泊，原上的一刻，用你久违的乡音形容这一路的苦衷。城市霓虹衬透你的颠簸，脚步有多重？那远山呼唤我，曾千百次路过，半山腰摘几朵，便飘香歌颂着那份简单。离开后，就再也没见过单程飘的火车，一路上哼着歌。他们说离开家便是流浪，不管多远啊。当你想念的时候，记得开窗阳台。他们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永远在路上。游子会懂事知，便不惧怕风浪。月亮照着背包上的归途，照亮回家的路。我懂你最后的不羁漂泊，远乡的一刻，用你久违的乡音形容这一路的苦衷。城市离我不如你的颠簸，脚步有多重？月亮照着你脚下的泥土，照亮回家的路。生活总是这样缝缝补补，却从未停住。笑容里的皱纹在告诉我，走了太远太久。回家的路终于不再颠簸，脚步不再重。哦，再见故乡的云，从不曾散去，天涯的游子又走了多少光阴，归来吧，远远的听你离开10年最熟悉的乡音。在哼着老去的歌，伴着回家的路，慢慢流淌的歌，也会相拥而不归来吧，漂泊的青春，也让目光落在岁月里的。再见故乡的云，从不曾散去。那远山呼唤我，编曲编得真好。女孩的声音好干净啊，对，很空灵，很纯真的那种。对对。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杨坤坤哥、贺野，还有我们天赐的新朋友王瑞卓。
瑞卓你好，跟我们天赐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王瑞卓，今年22岁，来自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县。比你还小，比我小，比我小。这首歌，说实话，我没有把它唱火。哎呀，您谦虚了。但是呢，王瑞卓，他呢自己翻了一版，结果在网上一下就特别轰动了。哎，这首歌特别打动我，因为这首歌第一句是那远山呼唤我，确实有这样一个故事。哎呦，就是12、13岁的时候就从我家就是大兴安岭离开了，去另一个地方上学。我家就是一个山包围的小县城，所以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乡的异乡，然后异乡异客刚好也是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现状。其实王瑞卓以前是一个非常活泼外向的女孩，但是这9年呢，没有太多的机会给她，她慢慢的性格就变得非常内向。我是真的是希望从天赐的声音以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她。她这么喜欢音乐，而且她唱得这么好，没有道理被人不发现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还会更好的。谢谢杨坤老师，谢谢老师。我特别要夸一下王瑞卓，对吗？对。哇，你真的太亮眼了！你就是低低的、远远的，低着头走过来，穿一袭黑色的裙子，干干净净，一开嗓这么的清亮。我好喜欢这样的表达，非常高级，太好太好了！谢谢姐姐。吉克老师，我唱的就是第一首让大家比较知道我的歌，就是《带我到山顶》，后来还唱过《即刻出发》，然后我初一的时候你出的《月到天心处》，我刚好从家离开，然后去辽宁上学，那个时候每天都特别特别想家，然后你那个歌就是给我很多精神力量。哎呀，谢谢你。那即刻我们要不要听听他唱？好呀，好呀，好呀。哦耶，带我到山顶呀，哦耶，美丽的村庄，哦耶，妈妈的泪水，哦耶，忧伤别困扰她。好，就4句。好听。哎呦，真喜欢。双向奔赴了。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在发一首新歌的时候，很难真正的有机会一下子就可以听得到，因为现在太多新歌出现了。但是有天赐这个舞台，谢谢坤哥给我们这么棒的一首歌曲，很感动，很温暖。马上收藏这首歌。其实要感谢瑞卓，要没有瑞卓，也就没有这首歌。要没有杨坤老师，真的不也没有我。真的，我们就属于互相成就。对，那我走。哦，还有贺爷。把贺爷给忘了。那我走。今天我觉得3位演绎的版本，哇，一瞬间让我看到的画面感更加的恢宏了。今天3位穿着黑色衣服的歌者，就好像是在草原上以自己的姿态在行走的3种动物。坤哥可能是一匹黑色的老马，马就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贺爷，你像是一匹黑色的青年豹子，然后瑞卓，你就像是一只黑色的飞鸟。所以今天的这版异客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异客并不孤独，因为在路上他会找到同伴的。谢谢。其实这么多年，每张唱片里面都会有一些漂泊的感觉，因为我来北京30年了嘛，在这么多年搬了很多次家，也是受了很多次罪。我每年都做同样的梦，就是睡觉睡着，突然发现就是下个月房租怎么办，一下就醒了。他有点那种创伤应激症的感觉，就是曾经发生了太多这种事情了，这可能好像这在骨子里面了。
其实我觉得流行音乐的更多意义，可能并不单单是指台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舞台，它可能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和我们之前的一个作品《若月亮没来》还是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网友的一些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公司吃着午饭，听着这句月亮月亮啊，你不懂6便士到底多重，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饭里。下面还有一段这样的留言：下次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哭哈，会生病的，妈妈知道会心疼的，加油，会好起来的。我觉得这些评论都是特别鲜活，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小镇青年。所以我觉得一个流行音乐的作品能够给我们普通的听众带来在生活上的这种力量，对于作品来讲是一个更有深度、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要继续邀请 Gigi、梁咏琪、于文文来到舞台。有请我们建议团老师现场合议，给出本期的推荐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金曲为由杨坤、王鹤野、王瑞卓带来的《一刻》。恭喜一刻，恭喜3位！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梁咏琪、于文文。谢谢，特别棒，加油！接下来进入到东阳光鲜虫草金曲时刻，有请3位。谢谢你们本期的精彩演绎，还有2张黑胶唱片，分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态度先生。那远山呼唤我，曾千百次路过。他们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永远在路上。我们也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的态度先生话题分享你与本期金曲《一刻》这首歌的故事。关注天赐的声音及东阳光鲜虫草官方抖音账号即可参与态度先生活动。让我们再次祝贺杨坤队。同时，我们也期待2位队长一起带领各自的优秀音乐合伙人共创好歌。下期再见。对你有没有出过卡带？都来不及。但是你们2个现在像一个门派出来的。坤哥，你是不是在后台有哭过啊？有故事的男人。不需要问我的故事了。我以后要唱跳了。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畅享金曲。